大家好，我是唐浩，今天都好吗？上个星期川普跟习近平的会面才刚刚落幕，那全世界都在好奇为什么美中双方都没谈到最敏感的台湾问题呢？那结果川普很快就在美国媒体 CBS 的专访上亲自解答了。他说是因为中共知道如果对台湾动武会有什么后果，所以习近平不但这次没提台湾，过去他还跟川普说过，只要川普在位，那中共就不会进犯台湾。不过真的是这样吗？中共真的不敢犯台吗？还是已经悄悄的在攻夺台湾呢？今天的节目要告诉您3个重点。第一，中共最近对台湾发动了哪些奇袭举措？那怎么对台湾来点穴呢？第二，中共真的放弃或者是暂停武力犯台了吗？第三，中共地下党已经扩编就定位了，准备2028年夺取台湾吗？不过呢，先请您帮我个忙，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记得要选择所有通知，这样呢就能收到我们未来的节目通知了。虽然过去这个月全世界都把焦点放在中共4中全会以及川习会上面，但是呢，中共却在过去这2周密集出招，那招招呢都针对台湾来做点穴。我们马上来盘点。10月21号，中共国台办翻墙了，在脸书上开设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的账号，声称要跟台湾人民直接互动。那结果呢，真的涌入大批的台湾网友来互动了。那他们努力的追问，于某龙案件怎么不追查呢？那国台办一开始是努力的删除留言，但后来疑似留言多到爆炸了，那国台办最后就放弃删帖了。10月23号，中共4中全会结束了，发布会议公报。那里头关于台湾问题只说了2句话，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那接着隔天10月24号，中共人大常委会就通过了，把10月25号定为台湾光复纪念日。那到了10月25号，中共马上就在北京召开了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大会。那负责统战工作的一把手王沪宁呢，也到场讲话了。他声称北京将争取和平统一，还说两岸如果统一，台湾会有7个更好。那同一天呢，中共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在美国举办了纪念活动，声称台湾光复是中国政府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的重要铁证。那也在同一天呢，中共正在开拍的新电影《澎湖海战》推出了预告片，那里头讲述康熙大帝命令施琅率兵进取澎湖，再攻下台湾。那电影拍得怎么样，咱们还不知道。但这个预告片急着推出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亮出片尾的8个字：统一台湾势不可挡。好，看到这里我们先解读一下。大家知道，这次4中全会是要通过中共的“15-5”经济规划，也就是未来5年的中共政策路线图。但是里面也明确指出了，未来5年中共对台的政策目标就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这18个字。我们回头看，中共在5年前的19届5中全会公报里是怎么说的？那时候说的是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看起来跟这次公报说的是差不多少但奥妙就在于中共这次用了祖国统一大业，多了大业2个字。也就是说呢，中共很可能把两岸统一定性是未来5年之内要落实的一项政绩，而不再只是一个空洞的愿景或者是理想了。那要怎么去推进这个大业呢？武力当然是一个选项，但是从过去这几天中共的举措来看可以看出来他们在做几件事情。第一，要偷换概念，架空台湾主权，把台湾问题国内化。我们可以看到，中共早就密谋好要设立一个台湾光复纪念日，来偷换中华民国台湾原本的台湾光复节，所以呢才会这么紧锣密鼓的天天出招，大肆宣传，想要营造中共对台湾具有管辖主权，从而呢把台湾问题变成是国内的内政问题，不是2个主权国家的国际问题。那这样呢，中共就能够找到借口来阻挡国际社会介入台海冲突，因为这是我们的家务事你们来插手干什么呢？
当然了，台湾光复节对台湾的统派跟独派民众来说各自有不同的认知和历史意义啊。那这问题就比较复杂了，我们这里就不展开了。第二呢，中共要制造虚假的官民沟通，来混淆两岸主权界限，来营造中共对台湾的管辖。那中共禁止中国人民使用脸书，但是却自己带头翻墙开脸书账号，那这本身就说明了中共对于党国权贵跟普通人民是双重标准的歧视。那中共也知道这样做会争议很大，但还是要做。为什么呢？一方面是要通过脸书对台湾人民直接做统战宣传比方说你到中国旅游就送维尼公仔的中南海限定版或者是台湾艺人到北京发展就送一套阳光上东小区的房子，或者是台湾青年到中国创业就送韭菜盒子1年份等等那另一方面呢，中共是要营造台湾人是归中共统治的假象，所以呢，中共不但通过脸书来对台湾做政令宣导，甚至呢还会认真听取民意。那这就是另一种请君入瓮的统战骗局了。第三，要用信息战、舆论战来营救中共在国际上岌岌可危的法律战。挺可悲的中共在国际上一直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喊了这么久，却拿不出什么有力的国际法理证据。到现在呢，还只能拿着联合国2758号决议来搞法律战。但仔细看这个决议本，里面根本就没提到台湾跟中国领土的事，只是宣布把蒋介石的代表踢出联合国而已。连美国国会都通过决议案来认证这一点。所以中共也知道继续硬打2758这张牌呢已经没用了，但是呢又不能认错拐弯，对不对？所以呢就需要通过制造中共实质管辖台湾的假象和错觉来迷惑国际视听，来合理化他们打压台湾国际地位、架空台湾主权的行动。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到10月26号新华社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声称只要不分裂国家，只要认同两岸都是中国人一家人，就都可以谈那说白了就是呢对台湾人民做怀柔的统战喊话，也就是抛出胡萝卜来钓台湾人。但是过2天中共重庆公安局就发布了通报，声称立案侦查台湾立法委员沈伯洋。大家知道沈伯洋去年就被国台办列入所谓的台独顽固分子名单。那这次中共大动作的通过司法力量来侦查沈伯洋呢，表面上是要恐吓台独人士，但更重要的是中共想要营造对台湾具有司法管辖权的主权假象，来恐吓台湾人民以及哄骗国际社会。那简单的说中共最近对台湾一系列的动作呢，其实还是不脱传统的3战范围，也就是舆论战、心理战和法律战。那中共持续通过这3战来对台湾点穴，想要制止台湾的自主性跟能动性，想要误导国际社会对台湾主权的归属。只是呢，现在的3战手法要比以前来的更复杂、更大胆、更狡猾一些。好，我们刚刚看到中共想在未来5年之内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但是呢，他们不但在嘴巴上也在强调要和平统一，就连在实际的行动上，他们也似乎是大力度的改用3战之类的非军事手段。那是不是意味着中共不打算武力犯台了呢？那我个人目前的结论是武力是中共的备用选项，但实在是拿不出手，所以呢，只能够紧急的改变对台战略。那为什么武力会拿不出手呢？有几个原因。第一呢，是中南海的军权斗争导致军队失去大规模的作战能力。那这里我们先假设2种情节首先呢，假设习近平还真的大权在握，那么他这么大范围的清洗军队将领，还一口气拔掉9个上将，其中还包括他提拔的亲信何卫东和苗华。而何卫东过去就是习近平武力犯台的主要策划者，那习把他们都拔掉了，就等于是自己砍断2条手臂，那整体军力都已经受创了，而且呢，许多军中的重要职位都还没有递补。那这种群兵无将、群头无羊的情况，还要去打台湾，可能吗？那另外一种情节呢，是假设习军权不保了，
习控制不了军权，那就叫不动军队。那毕竟军队那些将领都很清楚中共军队的实力有多少，而且呢，打台湾就等于是打美国，那打美国就等于是送死，而且呢，先死的会是火箭军、跟海军和空军。那我为什么不继续窝在家里贪腐卖官享福就好了？凭什么要陪你送死呢？对不对？第二个原因，不管习近平是不是还握有军权了，但是现在他对军方绝对的是不信任的。毕竟经历了这几年的大规模清洗斗争，是彼此猜忌相互的戒备。习不信任军方，军方也不相信习，所以就很难大规模的用兵。那第三呢，过去几年的美中贸易战和科技战导致中共的高科技断供了，那高端芯片也断供了，所以呢，很多的军事武器研发和武器维修都受到了阻碍，对中共的实战能力是造成一定的打击。那第四呢，美国跟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具有高度的共识，而且菲律宾也很可能为了南海和台海问题而跟美国一起出兵。所以中共如果要进犯台湾的话，会树敌非常庞大，那中共的经济跟军事力量会无法负荷，可能反过来会加速中共的败亡。那第五呢，中共现在面对的更大问题是内忧，也就是经济衰退、通货紧缩、失业飙升。那这些内忧如果不解决，很可能会引发内部的民变或者是宫廷政变。所以现在对台湾统一的急迫性已经是不再优先了。那还有一点是7月份的台湾大罢免让中共看到了希望。原本大罢免搞得气势汹汹，让中共一度担心亲共立委会掉了几席，会影响北京对台湾立法院的操控。那没想到最后却全军幸免，还打击了台湾政府跟台湾反共阵营的士气。那这件事让中共发现他们这几年来的对台湾的舆论战、心理战和法律战是奏效的。那特别是通过抖音、脸书、YouTube 等等的社交媒体发动的信息战和认知战确实起到了作用了。再加上这次国民党主席选举国民党内部指控中共用网军和社交媒体打击某位候选人，宣传特定的候选人，最后真的让中华民国派的候选人落败了，而积极唱和中共的候选人却当选了。这意味着中共的网军介选战力确实收到了效果。而且根据台湾国安单位透露，中共介入台湾选举的网军主力就是去年4月成立的信息支援部队。那这支部队现在成功影响了国民党的党内选举。那接下来2026年的9合1地方选举就是他们的下一个实验战场。那最终的目的是要锁定2028年的总统大选，要让亲共阵营夺下台湾的政权。好，我们刚刚看到中共现在因为种种因素不得不暂停武力犯台，但是已经加大力度的发动3战和介选战来颠覆台湾，希望在2028年让亲共阵营控制台湾的政权。那接着再通过签署两岸和平协议的方式，让台湾正式承认一个中国框架。那先用1国2制把台湾给香港化，那过阵子再全面的强制的接管台湾，让台湾全面内地化。那简单说只要中共打赢2028年选战，台湾就可能变成下一个香港了。而且更值得忧心的是，中共在台湾布建的地下党组织可能已经扩编到一定的规模。那这些组织将成为到时候中共接管台湾的内应。其实中共央视在9月30号就播出了一套连续剧，叫做《沉默的荣耀》。剧情竟然是讲述过去中共地下党渗透台湾的真实历史故事。大家想一想，央视是中共最重要的电视台，那央视现在播出渗透台湾的间谍剧，言外之意就是把这些地下党和间谍吹捧成是民族英雄，也借此来鼓舞那些已经被中共收买的台湾间谍们说你们是祖国的英雄。同时也是向台湾政府公开的叫板，没错，我就是在用间谍，用第5纵队在渗透你。那台湾的朋友听起来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前中共地下党员，目前旅居加拿大的梁慕贤女士就公开说了，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党员有多少人，恐怕不会有人知道。
但是他根据种种迹象来研判呢，现在台湾的地下党肯定已经重建了，而且规模是比蒋介石时代要庞大几十倍。梁慕贤还说，现在台湾能够破获的共谍案呢，很可能都只是虾兵蟹将的级别的甚至呢还抓不到党员级别的。所以2028年的台湾大选是台湾非常关键的命运之战。那不管选举结果如何，这批中共地下党很可能会倾巢而出，与中共里应外合的来夺取台湾。虽然中共真正夺取台湾的时间点呢，不一定刚好会落在2028，一切还是会看实际情况来动态调整。但是估计2028到2030年之间，就是中共想要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时机。因此呢，未来几年将会是台湾抵御中共入侵的最关键的时间点了。好，那今天聊到这里，感谢您收看，我们下次再会。